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截止到早上6点，中共病毒已经扩散到全球187个国家，总感染的人数高达364万6211人，总死亡人数是25万2406人。从昨天开始，有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是一位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在发表演说。他借着5·4 101周年的机会，以古鉴今，借题展望美中关系，留给人们一份思考：中国的民主还要等到下个世纪吗？这名男子曾经有7年的中国生活经历，是川普政府当中唯一的一位中国通。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他参与并推动了川普政府多项对华鹰派政策。他是美国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他的名字叫伯明，英文直译是马修·波廷格。昨天在弗吉尼亚大学就动荡时期的美中关系问题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这个活动的举办恰好就是中国5·4运动101周年纪念日。伯明的演说也是从5·4开始，从这个运动的起源谈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预先录制的中文演讲当中，他谈了自己对5·4精神的理解。他认为就表现在人们所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他举例说，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一个普通的人先做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他也提到了几位疫情期间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还有被中共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等等。他说，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会招致更大的英勇行为。在他看来，过去几个月当中，许多人都表现出了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包括许章润、任志强、许志勇、伊利哈木、方方，还有20位拒绝服从中共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伯明指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是以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他说，今天的台湾就是华人社会民主实践的鲜活证据。他鼓舞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说真话的人们，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和自私，那么平民主义就能使他们退缩或出局。演讲中，他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民主愿望还会等到下一个世纪吗？他说，世界将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伯明的演讲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兴趣，想更多的了解一下伯明的情况。今年46岁的伯明呢，大学是在麻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研究，也讲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998年到2005年，他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后来投笔从戎，主动辞职，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人员。2010年退役以后，他又涉足商界，在纽约一家对冲基金工作，也创办过一家调查中国企业的商业调查公司。2017年，他加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政策。最近一个阶段，美国政府推出的多项针对中国的政策，包括疫情初期的中国限飞令，将这次瘟疫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裁减中共官媒驻美国机构员工等等。匿名知情人士透露说，伯明深信北京当局对疫情的处理是灾难性的，以及全世界都应该为中共内部治理问题而受到牵连和伤害。所以早在1月，川普政府制定抗疫政策当中，伯明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凭借着自己多年在华期间的工作经历和累积的经验，凭着自己对中共的深刻认知，伯明一次次为川普的正确决策出谋划策，一步步成了川普政府当中首席中国幕僚。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他说，伯明是政府当中数1数2最出色且年轻的外交政策和国安专家，总统对他有很高的信赖。在很多人看来呢，能够在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做记者，这是一份很不错的差事。那为什么伯明当初要辞掉令人艳羡的这份工作去参军呢？2005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伯明已经32岁了，年龄偏高，体重又超重，想要入伍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体能考试。为了如愿，他主动邀约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一起在长城上跑步。
纽约时报报道说，伯明还有一次是虚脱进了急诊室。后来呢，他在给老东家，就是《华尔街日报》投稿当中谈到了投笔从戎的原因，感觉是时候停止报道，更直接的参与新闻事件了。事情呢说起来容易，但是酝酿的过程却并不简单。这跟他在任职记者期间多次与中共当局的激烈交手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早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讲述过《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经历，经常被中共的安全人员围追堵截和各种骚扰，甚至是遭到殴打。伯明也是一样，他在华期间也遭遇到了种种不快。他在文中写道，经常遭到国安人员的骚扰，包括采访信源是被中共情报人员录像，被警察追赶。有一次呢，伯明调查一家中共公司向其他国家出售核燃料的问题，中共为了阻止他的行动，派打手把他堵在了北京的一家星巴克，并且迎面打了一拳。还有一次，他采访贪腐问题，在一家北京旅馆被警察给围住了，警察当着他的面把他的采访笔记一页一页的给撕碎了，然后扔进马桶冲得干干净净。伯明在2005年就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因为中共近来加强威权主义统治的结果，并不是美国主动挑衅美中关系。进入部队呢，伯明成了海军陆战队的情报人员，先后被派往日本、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军队生活当中，他结识了不少行事鹰派的军官，进一步塑造了他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并在此期间呢，他和川普总统首位国安顾问就是福林成了好朋友，还深得前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的赏识。川普胜选以后，伯明随着福林加入了过渡团队，并且在2017年正式的加入国安会。在他参与起草的国安战略文件当中，把中共明确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称其为是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媒体曾报道了他与朋友的私下交谈，伯明说，习近平正将中国带往更加危险的极权主义社会。有一件事完全可以体现出伯明的鹰派风格。去年中共大使馆举办11酒会，驻美大使崔天凯讲话着重强调了这个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但随后伯明在发言当中当场反驳，说川普政府更新了美国的对中政策，竞争的意识已被放到最前端，这也是总统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另外有知情人士介绍说，伯明也支持贸易战，他曾经和川普女婿库什纳一起促成川普启用鹰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掌美中贸易谈判。此外，他也推动了对华为采取行动的决定，使准备在美国开展5G 业务的华为被列入到了商务部实体名单。今年1月，在印度举行的一场论坛上，伯明指出华为得到了中共政府的补贴，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他还指出，华为真正的威胁就在于让华为的5G 进入美国通信市场，就如同在冷战时期，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同意让苏联的科格勃在美国和英国建立电信网络。尽管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但是伯明呢十分尊重上级，行事低调，小心谨慎的不抢走上司的光彩。在他的办公室里，白板上用军事用语标记着战线和战略目标等等，详细记录着中共在海外影响力的部署。曾经和伯明共事的官员表示，伯明非常谨慎，除非总统明确同意，不会大力推动什么事儿。看起来不像在引导总统，但当总统要做决定，他已经做足了准备。这次疫情之初呢，伯明就已经十分警惕了。凭着当年报道 SARS 累积的经验和人脉，他曾经和香港流行病学家通了电话。SARS 期间，他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医生蒋彦勇通话的外媒记者。那这些经验都让他意识到，北京对疫情处理的不当，隐瞒了真实的感染规模。当然了，这也得益于他那位经验丰富的病毒学家妻子，还有他那位病毒学家的哥哥，都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建议。1月11号，从那儿开始，白宫的幕僚小圈子就每天都在开会。1月31号，川普终于采纳了伯明的建议，下达中国入境禁令。此外呢，伯明还支持川普终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
事实上呢，伯明正是负责白宫内部对世卫组织资金援助的评估人，他向川普提供了可选的方案。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对自由亚洲表示，在西方各国似乎失去了对中国民主事业的热情之际，伯明先生的演讲能明确地表明他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相信一定会让许多人深受鼓舞。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认为，伯明用中文演说选择这样的日子是一个认真巧妙的安排。黄介正表示，伯明晓得以他现在的白宫职务，中国人民、中共政府和知识界不喜欢美国官方的说教。他用比较试探性的疑问句一步步导引，有一点像孙中山讲的唤起民众的味道。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的推文，为了安全，将这位网友的名字做一些模糊处理。网友说，决定了，如果外国向中国所长，我们广东愿意牺牲自己，真的彻底的牺牲，我们愿意首先把自己割给美国。随后呢，他又连发2条推文，他说，我们为了国家甘愿牺牲自己，做殖民地、做亡国奴、做其他省份的人不要争，儒家的文化传承就靠你们了，我们将会改弦更张，穿胡服，吃胡餐，用胡制。哎，移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几百年。接着他又写道，大家不要争了，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多数割给俄罗斯，俄罗斯领土虽大，但没有1寸土地是多余的。他说，我们学习俄爹多年，你们不会有亡国的感受，只觉得自己是回家了。第1则推文呢，很多人看了会付之一笑。他说愿意把他所生活的广东省牺牲割给美国，而且还强调是真的彻底的牺牲。从这则推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网友非常希望脱离中国，确切地说，是非常希望脱离中共统治的中国，摆脱中共的控制，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大爆发，给世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痛。现在美欧英澳等等多个国家都要求独立调查中共病毒来源，并且向中共追责起诉，要求中共赔偿损失，已经初步形成了新的8国联军。那这个网友的推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第2则推文呢，就没什么好笑的了，他用了一种比较隐晦的说法，表达自己已经无法忍受了。他说愿意做亡国奴，愿意更改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是亡国奴啊？我们看看香港人昨天和今天就明白了。英管时期香港人有自由，不用担心被抓、被打、被杀。当初的一个小渔村，在英国的统治下迅速成长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成了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是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人的生活空间日渐逼仄，自由越来越少，现在与大陆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随后呢，这位网友说，儒家的文化传承就靠你们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暗讽，大概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对中国的残暴总是无限度的忍气吞声。后面2句诗，前一句呢是陆游的诗，移民泪尽胡尘里，意思是说，中国人在胡人的压迫下，眼泪已经流干了。这儿指的胡人呢，其实指的就是中共。后边这句北望王师几百年，这句呢可能是网友自己写的，大概意思就是盼望推翻中共，解救人民于水火已经很久了。如果说前2则推文用的是幽默和暗讽，那么第3则推文就直接是嘲讽了。我想大家应该都能读懂他的意思。纵观网友的这3则推文，总体来说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直白地说，他其实是在表达推翻中共的愿望，希望中国人自己站起来推翻中共。网友的言辞呢有一些激烈，但是心情人们应该有一些理解，相信也会唤醒一部分人。因为民智的开启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解体中共还得是中国人自己来做。我们再来说一个最新传出的消息，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几天卸任之后，现在可能已经是被带走软禁了。前天，反共的网红蒋网正表示，他有可靠的消息，
傅政华在4月28号就被中央警卫局带走了，带走他的是警卫处的处长伊庆然，目前呢也是伊庆然在陪着傅政华。伊庆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习近平信任的一位武林高手。那让武林高手陪着傅政华，很可能就是怕傅政华出现意外。其实呢，前几天中共撤换这个傅政华的职务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就不对劲儿了。当时我们就说过，傅政华是在看到亳州大势已去，关键时刻见风使舵，向习做了密报，才没有被立刻拿下。不过呢，当时没事不代表永远没事。即使他从北京市公安局长升任到司法部长，这也不代表他完全得到了习的信任，也不代表他就没有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高官被拿下之前，都是职位有所变动，而且很多还都是看似升迁了，但很可能那是为了让他挪位，便于查清当事人的问题。现在看来，傅政华的落马很可能也是延续了这个路子。另外的蒋网正还爆料说，孟建柱也已经被抓了，就在前天下午的1点。据说呢，他在上海的多处房产都被抄家了。带走孟建柱的是中央警卫团的政委邹石龙。孟建柱的落马其实早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从始至终，孟建柱始终都是反习势力，只不过是出于帮派协商，习让他担任中央政法委的这个书记职务。外界呢早有传闻，孟建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专门安插到政法委系统的。他在2012年接替周永康，出任了中共政法委书记。虽然现在孟建柱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卷入到江派的这个黑幕太深了。早就有分析说，如果中共高层有政治需要，那么孟建柱就会一样中枪。而且他手下也有很多的公安部的人，也都是习近平要清洗的对象。我们知道，中共的帮派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习要不处理这些人，很可能将来会留下自己的一些隐患，说不定哪天这些人咸鱼翻身，就被他们秋后算账了。所以傅政华也好，孟建柱也好，他们身在中国的这个政体当中，其实命运早就注定了。因为在这个体制当中，不管是跟着哪一个山头，哪一个帮派，都只能是跟着做坏事。流亡海外的大陆富商郭文贵曾经说过，孟建柱帮助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多次换肾，他的母亲也是多次换肾，肾源都是从狱中寻找囚犯配对，然后杀人活取器官。我们按照中国人的老话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儿，做了这么邪恶的事儿，没有报应，那才是没有天理呢。所以说来说去，他们都是报应。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出来混，迟早都得还。昨天我在悉尼的同事转过来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写的。这位老先生姓杨，为了安全呢，我们隐去他的名字。杨先生专程去了大纪元，在悉尼的报社，向我的同事反馈说，他天天在 YouTube 上看新闻看点，也是大纪元的忠实读者。他说呢，想给新闻看点投稿，但是不会用 email， 只好用手亲笔写了3页的内容，让我的同事转寄给新闻看点。然后呢，我的同事是不辞辛苦，把老先生的这个信，这个内容都打字整理了出来。我们谢谢老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也谢谢我们前方的同事，在做完自己的大量工作之后，还要帮我们整理这些文字，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位杨老先生的信，题目是我是怎么从无毛变为五毛，又怎么从天天说假话鬼话变为今天说人话。人他指的是任志强的人。杨先生在信中说，今天我70多岁的人了，要讲毛，我属于老毛了。要讲我的变化，一定要从我的人生经历说起。我没那么多理论，说也说不出。他说自己出国的时候呢，已经是过了中年。当时有一位台湾的朋友问他说，为什么到外国来呢？他回答说，国外民主自由。然后那位台湾的朋友又问他，怎么叫民主？杨先生就卡住了。杨先生说，真的说不出来，就知道民主自由，自自由由的想干啥就干啥呗。就在这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
那些年杨先生跟中共的使馆特别的对劲儿，中共的大小事儿都找他，他有事儿呢也找中领馆，比如找中领馆帮他租房子，还经常给他好处。在北京3环内买房也是中领馆帮的忙。杨先生说那个时候还不兴叫什么粉红五毛的，后来呢他才算知道自己那个时候的言行就是个道道地地的五毛。杨先生觉得人们骂粉红五毛邪恶王八蛋这是不应该的。杨先生不否认那些人当中有少数暴力败坏的人死心塌地的，但是他说多数都是好人明白人，比如他自己。他说那个时候父母在中国都还健在，就得看领事馆的他们的脸。还有呢，现在国外的黄河边韩梅，他说这都是有名的五毛，但是他们需要经常回国，因为父母姐妹都在国内。他说呢，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懂，关起门来骂中共比任志强、毕福剑都厉害。杨先生有这些变化，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儿。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他逐渐明白了东西方制度、民主与独裁的根本不同。他说年纪轻的时候无病无患，根本不去想那么多事情。但是最近2、3年，连续3次中风，从救护车算起，抢救、诊治、手术、住院，甚至连吃饭都没花1分钱。他的一位在中国的亲戚说，真不可思议，在中国光给领导医护送红包也不下几10万，还不包括看病。可是杨先生说，他以前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自然、应该、习惯的，就像是几10年的榆木疙瘩一样。杨先生说现在连流氓普京都知道给他的人民生老病死铺垫得好好的。拜登几个月前就讲，习近平这人心中根本没有民主。他说拜登也看透了共党的本质，说出了世界人们的心声。杨先生接着说了4点内容。第一点呢，就是中共除了隐瞒疫情之外，他让老百姓捐款搜刮民众的小钱。第二点是疫情在西欧、美国和澳洲蔓延之后，这些民主国家首先想的是国民，想的是给民众怎么补贴、补助钱款。川普说，这件事与百姓不相干，我们政府要管。一句话，各个民主国家蜂拥而至，少的是1000亿，多的是几千亿。这个时候你看中共当局，他说麻木不仁，像个没事人一样。第3点呢，就是到3月底4月初，他说武汉解封，百姓经济无奈，上街要减租减息，游行示威。这个时候北京猛然想起，嘿，怎么还有这档的事儿，傻不傻？接着呢，向西方抄作业，给武汉消费券，连10块钱1张的消费券还要抢，给农民稻米谷涨1分钱，把人笑死了。他说这分明就是糊弄百姓，虚晃一枪嘛。那这个时候呢，澳洲已经到了拐点，准备进入2、3度解封，而中共仍旧忘不了捐款，如果不捐，给他工资里扣除。杨先生说，真让人咬牙切齿。第4点呢，也是杨先生要谈的重点。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钱重要。他用自身作为例子，以点带面，就是说他先从澳洲的情况说起，然后了解了澳洲的情况以后，也就自然了解了美国、西欧等民主国家的情况，因为都差不了太多。他说呢，今年疫情初开始蔓延全世界，从3月底，澳洲开始了进入1级戒备。总理莫里森、财长福格登伯格宣布给澳洲的居民1300亿澳元的工资补贴，另外还有840亿的企业和个人政府补贴。商家最多是6个月免租，利息3次降息，降到了25年来没有的低息0%到0.25%。还有什么可讲的？大义之下，人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杨先生说这政府真是我们的妈政府，英明的党，正确的党，光荣的党。他说别搞错了，是澳洲的自由党，工党。补助金具体到个人是多少呢？他说原本已经在领取社会福利的人士一次性发放750元，再加每2周550元，这还不包括那些原本就有的失业金、残疾金、退伍军人金、难民、寡妇、产妇等等40多种福利补助，几乎涵盖了所有人。
而原先没有领取福利的在职工作人士可以每2周获得1500澳元的留职补贴。杨先生表示，手拿着补助金感到非常沉重。为人民服务在中南海门口，这个招牌让杨先生浮想联翩。他说，四人帮姚文元曾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来形容伟大党的为人民服务。这里的警察代表我党，人有分工不同，都是为大家服务，有自由也有民主。叫你停，红灯亮，就是为你下一步走好，亮绿灯。杨先生说，中共的这种宣传让中国人被蒙蔽了几十年，大外宣真的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他说，澳洲也有全球闻名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人民服务。澳洲分居家养老和政府养老2种。他说，这里的居家养老不是中国式的养儿防老、几世同堂的养老，那是让中国家庭个人养老，是中共在甩锅。他说，澳洲提倡的是独立养老，全由政府来养老。澳洲的养老政策补贴高达5-6万澳元一年，一个家里有8个儿女的老人，也全是靠护理中心来护理，由专业的护理员帮洗澡、剪指甲，家里的儿女你看我，我看你，只有在旁边看着的份儿。杨先生说，这种福利堪称是从摇篮到坟墓。他说呢，要将摇篮改为子宫，因为从妈妈的肚子里、子宫里，政府就已经开始负责了，开始补贴钱了。在信中呢，杨先生写道，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休产假的妇女，福利部补贴18周，总共是13300澳元。她的丈夫因为要照顾妻子，补贴2周，1480澳元。另外加孩子，一出生就有560澳元的新生儿补助，真是无微不至。杨先生问小粉红和五毛朋友，如果你的父母到了我这把年纪，让你政府照顾好父母，怕是无望了。为了你们的子女后代，你们可要看清土共的嘴脸，这样才有希望。杨先生呢，也想到了眼下在广州的农民工。他说，中共也拿出了1000多元的补助，但是杨先生认为这是真的不同，根本的不同。他说，广州的农民工苦寒无助，千百万的难民人满为患，中共政府是为了维稳。他说，谁都看得出是围危为袭的权力危机。现在全国10几亿缺衣少吃的农民，中共为什么不给他们送去点补贴呢？杨先生在信中说呢，在美国别说游行示威，当面骂川普也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但是在中国说点真话立马抓起来。杨先生问道，许志勇、方斌、高志胜现在都在哪个监狱里，知道吗？再问一问，美国不好，为什么中共的党官们都跑到美国去，都回来呀？他说，自己认识的那位在中领馆工作的朋友早就退休了，现在他们经常聊天到深夜，谈论的话题都和大家一样，都是任志强说的那些话。以上就是澳洲杨老先生的来信内容。我们读杨老先生的这封信呢，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能够从中对比一下，看看中共和西方政府到底有什么不同。西方国家政府我们看到它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它不分个人的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而中共它不是这样，它是把人分为3、6、9等，在他的眼中，只有赵家人才是人，普通百姓可以任意的宰割、任意驱使。中共只看重自己的权利和他的政权稳定，他不会管人们的死活。这也正是前面那位网友为什么要主动割让广东给美国的主要原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完整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